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图像编辑的一个项目，大家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示例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用法。这个图我们给大家放大一下。好，我们大家看这个示例图片，它这边呢是一个鞋，它把这个鞋的这个底部去描绘了一下，然后呢，从这张参考图上面，它把这个鞋底这个颜色还有材质，就把它直接就转移过来了。这个是它这个项目的一个用法，其他也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那么这边在头上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，辫子，这个是用这个图来做参考。那么最终呢，它这个发型就变了，大家看到这个效果是吧？确实不错。杯子上面画个这个洞，然后这个杯子上面的图案呢，就直接就转移过来了。所以整体这个项目呢，效果确实还行。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使用。这个关掉，这个下面呢有它自己的安装方法。这个项目装起来倒也不是太复杂，如果大家能看懂的话，可以自己装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有整合包，这个是它那个压缩之后的文件，在17.3个 G， 这个文件同样不小。那么解压之后呢，先来打开，这边有个启动，还是双击，这个我们稍等一下，这边就启动完毕了。它这个项目启动有点费劲，可能是因为模型的原因，这个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。如果你配置不够好的话，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。那么我们点这个地址启动，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，整体界面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地方，所以说我这次没有做汉化，反正大家自己看一下吧，也没几个词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它这个下面有很多例子，而且例子都挺不错的，所以我们直接用它的例子给大家做演示。那么这两张图啊，大家需要找一张就是你要替换的这个图原图，然后这边呢是放参考图，就是你想要把这张图上面的什么东西把它复制到这个图上面，这个是需要大家自己去选的。这个太大了，把这个缩小一些。它这个可以做很多的替换，就比方说你在这边画一个这样的区域，随便勾个区域，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猫把它整体去复制到这边。当然这个效果可能没什么用。然后我们先这个，哎，没有了是吧？再点一下。然后我们先来做眼睛吧，它这边有个眼睛嘛，然后你就稍微拉大一些，把这个眼睛给它遮住，还是小，再大一些，这样的。点两个区域啊，这样的话它会把这个猫的眼睛给替换过来。就它这个项目的一个替换，它好像是需要对等，就是说这个头发替换头发，耳朵替换耳朵，眼睛替换眼睛，鼻子替换鼻子，它这个是有个对等的概念在里面。当然这个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，因为我尝试的次数也不是太多，可能不是太准确这种说法。这个其他就不用管了啊，像这边这个参数呢，大家不用改，保持默认就行了。然后这点这个 run。这个稍等一下，它这个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有一点点费劲，需要一点时间。这边你开始工作了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资源占用情况。那么这个项目呢，它现在是7.1个 G， 因为它正在运行，所以这个数值还会涨。这个数值，昨天我第一次打开的时候，它应该是10G 以上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它这个项目本身有一些优化开启之后呢，这个最终可能是9点多个 G， 略微的少了一些。所以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想跑的话，起码得有8个 G 的显存，8个 G 应该是最低了。6个 G 显存的话不好说，但是也应该是能跑起来，因为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共享显存嘛。就6个 G 的话，加起来加共享显存，应该差不多有个10G 左右。10G 左右的话，应该也是能跑，只不过是特别慢就是了。所以这个项目最好是有8G。啊，这边开始运行，它这个项目本身速度倒挺快的，总共50步嘛，然后这个资源占用就9.5，跑完了，关掉。然后呢，看一下这个出来的一个效果。大家看这个就是它给我们这个替换了眼睛的一个效果，把猫的眼睛直接替换过来了，替换效果还可以。这个下面呢是一些这种图，没什么太大用吧，这些图大家不用管它了。那么这边呢，我们再做下一个替换，它这不是有耳朵嘛？我们把这个耳朵也给它替换过来。你这个耳朵的话，得稍微看这个耳朵在哪，差不多在这个地方。你这个画的这个形状呢，和这边对比的这个形状越像，最终可能效果越好。所以我们这边也画个三角这样的，然后再来运行一下。大家看这个速度其实挺快的。显存的话，差不多大家刚才看到了10个 G，
应该9个多 G 吧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效果，这样的，大家看到这个人的脸上加了个耳朵啊，这个耳朵的效果就这样。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的时候可以多调整一下位置，可以尝试一下。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的话，这个它是戴个绿帽子嘛，对吧？帽子给它替换过来，把这个头发给它勾掉。这个帽子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头发呢也尽量的跟这个帽子是一样的。可能是你描绘的越准，可能最终效果越好。这范围可以勾的略大一些，我昨天试了一下，略微大一些，可能影响不是很大。应该能放下了。就这样啊，点下运行。这个本身速度挺快的。大家看这个帽子的整体效果，这个帽子完整替换过来，就是下面这块有点问题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下面这块画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呢，其实我们是可以去修改一下的，把这个修改一下，重新的勾一下啊，这边可以少勾一点，大概是这样。行，我们再来跑一下，看一下结果。大家看这回的帽子就不错了，是吧？比上一次的效果要好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所以说这边这个区域你画的怎么样，其实可以直接影响到最后的结果的。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实际要用的话，那么这边你需要仔细的去画一下这个替换范围。这个我们再来找一个，这刚才那个斜，我们看看这个斜，这个就是把这个底部给它勾一下就行了。我来给它勾一下啊，来运行。好，来看一下效果。那么这边这个鞋底的样子，它这好像少了一块，没有，这个可以点一下，直接可以放大。大家看这种效果，整体效果不错。下面这块没勾上，这个大家自己用的时候自己小心就行了。那么我们再来尝试一个，这个就跟那个之前那个不一样了。它这个意思就是把整体的纹理做一个替换，就是把这个椅子上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面，把它替换成这种样式。那么这个是需要勾下面这个选项的。大家看这个，如果你要进行的是纹理的替换，那么一定要把下面这一项把它勾中，这样才可以。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画一下，点一下运行。那么这边稍等一下，大家看这个椅子，整体的把纹理都替换掉了。那么这个就最终的效果，效果应该是不错的。下面应该没有太特殊的一点了。这个我们再做最后一个例子，这个因为它这个衣服的图案是不一样的，其实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。替换过来了，这个形状替换的还是挺完美的，挺不错的。因为它也是纹理的替换，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勾上了。那去掉应该也可以，我觉得。我再点一下，这个效果大家看到了啊，这个也可以是吧？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。行，这个我们这个工具今天就介绍到这儿。整体来说，这个工具做这个图片的编辑啊，或者是纹理的替换，或者是局部的一个平移，工具的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。这个我觉得这个使用价值还是有的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下载一下。大家拜拜。